它是 G 的原型，擁有零式系統，是改變未來的力量。雖說它能終結戰爭，但也過於危險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解析系列。上一期我們結束了飛翼高達。如果說飛翼高達是被馴服的神，那今天我們要來講講神的本身。好，在開始之前，老規矩，看一下影片的目錄。本期的影片戰役部分幾乎佔了一半，畢竟它的戰役非常的經典。大家後半部分就當是動漫解說來看吧。好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競技的機體，它到底是詛咒還是祝福呢？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說到它，我們就必須把一切拉回起點。在 AC 180年，那時候開發了托爾吉斯，雖然它很強，但對於幾位博士來說，這就完了嗎？不，這離滿足還遠着呢。就這樣，他們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，拋開成本，無視限制，只為一個目標，那就是追求極致的性能。在這種理念下，一個夢幻的機體設計出現了。對，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XSXG00W0 飛翼高達零式，後面我們簡稱它為飛翼零式。從設計圖來看，它的性能比起托爾吉斯要高出數倍，憑的就兩點。第一點是材料上的革命，為了擁有壓倒性的防禦，飛翼零式用的是高達尼姆合金，這也讓它擁有了法蘭扎的資本。除了防禦，它的可塑性也極高，為變形機制提供了條件。而第二點就是它的零式系統，飛翼零式由於性能太強，強到人類無法駕馭，那怎麼辦呢？哎，沒事，你不會操控我，那就我來操控你，讓你來操控我。而零式系統就是一個駕馭駕駛員的系統，它可以把預知的戰況、勝利的方式直接灌輸到駕駛員的大腦裡。當然，手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高效的戰勝。什麼犧牲隊友、犧牲自己都無所謂，把戰爭的冰冷、殘酷、非人性的一面一口氣砸你臉上，所以它也容易把人逼瘋。也正因為太過變態，最後博士們也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，把所有設計數據封印，而這台最智慧的機體研發了一半也直接停了。飛翼零式就這麼成了一張傳說的設計圖，這一封就是15年。當時間跳回 AC 195年，在戰火紛飛中，一位少年因為殖民地勢力的背叛而感到憤怒，為了報復，他利用自家的財力，還找到了這份傳說的設計數據，憑一己之力把這個傳說中的機體真正意義的帶到了現實，降臨人間。好，這麼一台神級別的機體有哪些有趣的設計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這台飛翼零式的設計。對，只看設計，由於飛翼跟飛翼零式會有很多同設計，所以上期有講過的，本期不會重複。我們就看看哪些是有差異的。好，全高為 16.7 米，重為8噸，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，而它的出力和推力一概不詳，整體上可以說是飛翼高達的升級版。其中頭部和飛翼是最為明顯的。好，我們先從頭部看起。高信息零武裝的純粹感官，整個頭部的設計源自東洋頭盔的造型，而側面裝甲線條跟飛翼高達可以說是一脈相承。不過比起飛翼高達，在設計上零式更為尖銳和神聖。在頭部的頂端是它的主攝像，前後各一個，在主攝像的下方是它的 V 字形天線，帶有高性能通訊以及偵察機能。而在 V 字形天線的基座位置是它的第3傳感器，搭配着雙眼攝像，形成了3.4超高精度的偵測網，這也是一種雙重信息的保障。在頭部的額頭兩側，原本火神炮的位置直接被取消了，這是因為火神炮的運作會帶來震動和熱源，而這些都會干擾傳感器。為了讓攝像頭、偵測器、天線等資訊收集裝置可以達到極限精度，所以頭部的火神炮只能拿掉。在頭部臉頰的兩側是巨大的空氣導管，這巨大的程度比起飛翼高達更大，散熱效率更高。在沒有火神炮的情況下做到這種散熱效率，可見在感知一塊的功能是做到有多極致。好，頭部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零式的頭部就是一個純粹的感官，
他不負責攻擊，只負責將整個戰場看得一清二楚、明明白白。這種為了性能極致而做的減法，恰恰體現了功能至上的冷酷設計哲學。好，接下來往兩邊看，手臂。說到手臂，臂部腕部的位置雖然有差異，但不大，也就肩部的改動比較大。那我們就只看肩部，畢竟本期主要看的是差異化的位置。整個肩部比起飛翼要大一丟丟，顏色也較為豐富。整個肩甲由3甲組成，都是獨立的運動裝甲。平時屬於閉合狀態，保持着流線型。在裝甲的上方這裡可以直接向上開啟。內部收納了一把光束軍刀，左右肩各一把，一共2把，威力很強。面對高達尼姆合金也能輕易的刺穿。整個光束軍刀採用的是小型化的握把設計。所以拔出和準備動作都可以做到非常的迅速。在肩甲中間的這個位置也是一個活動裝甲，可以上下開啟。內部是一個輔助推進器，每當需要高速機動、緊急制動或者姿勢控制時，它就會打開。而當鳥形態時，它也是被算入總推力的其中一份子。好，小總結一下，這個肩部的裝甲算是一個機動和格鬥的結合體。它不是單純的裝甲，而是推進器和武器庫的合體。從極速機能到拔刀砍擊之間的轉換也是一瞬間，這也是將人形 MS 的優勢發揮到新的高度。接下來我們往下看腿部，上下都是推進器。就像我這個小標題說的，整個腿部就是一個巨大的推進系統。在膝蓋以上的位置是它的輔助推進，主要負責姿勢控制。而在膝蓋往下就是它的小腿推進器了。當腿部變形時，膝關節向下的部件就會分離成2部分，而內部的噴嘴就會向上滑出，再往下就是它的腳底了。在腳底的位置是它的主推進，也叫零式推進。當 MS 狀態下，它更多用於輔助。當變成鳥形態時，腳底前後2個組件會直接分離，推進噴嘴會直接完整露出。這時候的它就會成為主推進之一。好，腿部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零式的腿部可以說是會走的推進器板塊，從膝蓋到腳底層層展開都是口，這為 MS 提供了頂級的機動性，也為鳥形態提供了恐怖的推力核心。好，接下來往後看，推進背包，一個可動的翼狀推進器。我們先看背包，這個背包是一個完整的動力模塊。內置了足夠的能源和推進劑燃料，可以做到不占用本體的資源。在背包本體的下方是它的腰部大型推進噴嘴，能謀求提升空間的機動性。而跟它連接着的就是它的翼狀推進器了。這個推進器由2片展開式的裝甲板組成，在飛翼的側面配置了2個輔助噴嘴，在空中可以做到迅速的轉換方向。當飛翼左右展開時，可以瞬間獲得大氣層的浮力。另外，翼部採用的是可根据情況可動的結構，這也保證了飛行的穩定性。在飛翼的內部帶有一個翼式輔助推進器，就在機械臂的前端，結合可動飛翼，可以發揮出壓倒性的機動性。好，小總結一下，這個背包是一個飛行的核心，它不但提供推力，而且還可以通過可動飛翼帶來無與倫比的機動性，這也算是零式作為空中王者的象徵。同時也實現了鳥形態的物理基礎。好，最後一個了，我們往中間看，身軀，力量、智慧與零式系統的容器。整個身軀，特別是胸口，屬於是向前突出的形狀，這是為了收納零式系統而擴大了胸部。也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它的身軀設計看着就很有攻擊性。在胸部的上方有一塊長條形的裝甲，可以向上打開，裡面藏了一門機關加農炮。它的炮管屬於是4連裝高速旋轉炮管，每當要攻擊時，炮口會旋轉而快速的發射實彈。從功能上來看，它屬於牽制型武器，但火力一點也不弱。對於普通的 MS， 可以數秒內把對方的裝甲打爆。在胸口的正中央，這個綠色鏡面的位置是它獨特的多功能指示器，名為搜索眼。在上一期有說過，在飛翼零式這裡主要是跟零式系統聯動，負責廣域信息、影像分析，跟頭部的傳感器也是打着配合運作，可以為駕駛員提供無死角的戰場動態感知。而在搜索眼的兩側是它的散熱風口，
由於考慮到了耐彈性，所以飛翼04的散熱口做了開閉式艙門。當需要強制冷卻時，艙門會直接打開，然後進行強制吸氣。而在收縮眼的下方有一塊外夾艙門，為雙層接口，開啟時向下打開，裡面還有一扇，進去後就是它的駕駛艙了。這是一個與04系統結合的操作結構，整體為獨特的圓形設計，採用的是全周天視覺，可以顯示各種敵機的資訊。而當屏幕全亮時，也就是04系統啟動時，這個04系統是這個駕駛艙的核心接口，全稱為大家自己看，我就不念了。上次不知道誰說我的英文一口非洲音，我就不想念了。好，我們繼續。它會將分析預測的戰況、對策以及結果直接傳送給駕駛員的大腦，而且還是強制執行，不論駕駛員的生死。當然，它也一定會完美勝利，除非駕駛員本身的能力不足。比如特蘭特這種，就基本上預測的都是他怎麼死。也正因為他的指令只為勝利，所以什麼同伴、什麼人道主義，通通不在他的考慮範圍。而他也會對駕駛員的精神造成巨大的負荷，精神崩潰那都是小事。而當他啟動時，屏幕會全亮，只顯示黃色的標記，這是為了讓駕駛員可以專注於系統灌輸的信息。而在駕駛艙的前方就是他的操作系統了。我們從正面看一下整個操作台的結構，比起飛翼簡直不是一個級別。上方這一個是數據顯示器，敵人的 MS 數據、彈量、耗能一清二楚。在屏幕的左側是輔助標記，用於鎖定敵機，跟3次元雷達起到了輔助的作用。右邊的這一個是它的副屏，當緊急時或者機號多個機體時，這個副屏就會調出來。這個屏可以自由改變位置和大小，在下方這2個位置是它的左右握把，在握把的周圍也有大量的開關，可以做到機體的細微控制。當然，這種操控的技術需要非常的熟練。在控制台的正中央就是它的3次元雷達顯示器了，這是將戰場真實且準確傳達的裝置，跟04系統互動，以自己為中心，利用立體的方式捕捉敵人的位置。好，身軀講完，小總結一下。對於身軀來說，是力量和超腦的結合。機關加農炮提供了持久的火力，搜索眼提供了信息的優勢，而所有的一切都服務於驅身的核心04系統。而跟它連接的就是那競技的王座——駕駛艙。你所獲得的不是操作感，而是被全知全能所支配的恐懼。它給你的勝利，但你的代價就是你的人性。好，接下來我們看看它的變形模式——鳥形態，一種新形態的探索。飛翼04的鳥形態，它的目的很簡單，就是嫌 MS 飛得太慢了。雖然托爾吉斯對於速度上已經快得跟鬼一樣，但博士們滿意嗎？顯然就是不滿意，必須更快。但這裡有一個核心的問題：空氣阻力。那怎麼辦呢？簡單呢，人形 MS 不好飛，那就不做人形了。而高達尼姆合金的可塑性在這個時候就起到了一個很大的作用。也因為這樣，這個鳥形態的設計構想正式誕生，以變形的方式數秒完成。首先，翼狀推進器直接展開，變成巨大的主翼。接着手腳收納，下半身180度反轉，腿部直接折疊，小腿和腳底的推進器上下打開，露出推進噴嘴，形成它的主推進。最後盾牌向前一頂，變成了流線型的機頭，再把爆裂步槍一分為2，掛在機頭的兩側。到此變形完成。這時候的飛翼04已經不能用更快一詞，而是物理規則的重新定義。首先在速度和航程上，由於所有推進器推進力全部向後，所以不管長距離奔襲還是單機突破大氣層，都已經成了家常便飯。在它面前，所有 MS 的速度跟爬行沒什麼區別。其次，在空域制空上，不好意思，不管是大氣層內還是宇宙空間，全部都是我的主場。至於戰術方面，可以說是鬼見愁。你就想想，他以戰機的方式瞬間衝到你面前，然後突然變成人形，雙管炮直接貼你臉上，那是什麼感覺？這種一擊脫離的模式足夠讓敵人頭疼了。好，看完這麼一台神機，接下來我們應該講駕駛員的。但由於開過它的人太多了，這就像你買了一台 Switch 2，個個都拿過來體驗了一把。
所以駕駛員部分我們就直接跳過了。我選了幾個比較核心的戰役，以不同駕駛員的角度開始戰役部分。首先從卡特爾駕駛的戰役開始，費伊04登場戰役。說到卡特爾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家族溫拿家族了。這是殖民地群的財團家族，旗下有很多殖民地衛星，而他們的主張也是和平主義。由於拒絕了 OZ 的軍事基地建議， OZ 的那幫賤人就開始玩陰招，他們開始鼓動殖民地的代表們把溫拿家族的話題往邪惡的方向帶，代表們也開始立場反轉，把曾經的金主說成敵人，還帶輿論攻擊溫拿，說溫拿就是獨裁者，而那些民眾也是聽風就是雨的，開始了各種遊行。卡特爾看着這些人也是無奈，畢竟自己家族幫助過他們，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讓卡特爾黑化加一。而溫拿雖然被反，但他一心為了殖民地着想。就在溫拿和支援衛星被擊落時，卡特爾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沒了。就這樣，他用04的設計圖自己造了一台飛翼04，決定報仇。就在飛翼04完工時，卡特爾開着它來了，支援衛星也立馬派出了 MS， 果斷的攻擊。但所有的攻擊對於飛翼04可以說毫無作用。就在此時，飛翼04直接變形，露出了人形 MS 形態。隨着两眼一亮，不好，是高達！對方大喊着，開始全體瘋狂射擊。飛翼04不慌不忙，一個舉槍，轟的一聲，直接射往支援衛星。就在那一瞬間的功夫，整個支援衛星直接炸毀，留下的只有卡特爾那冰冷的眼神。戰役結束。緊接着是第二戰，民間殖民地攻擊戰。就在上一個支援衛星消失後，飛翼04開始前往061點的民間殖民地。只見飛翼04把槍舉起，飄在一個最佳的位置，開始通告。大致的喊話就是：我只是報殖民地的，那些無關人員，我給你們時間，全部給我滾！而殖民地的防禦軍也不是嚇大的，直接主炮開火。但由於飛翼04的速度很快，全部閃避，然後大批 MS 開始圍攻。好，不聽勸是吧？只見飛翼04把槍一分為二，左右開炮，一個快樂轉圈圈，一圈外圍的 MS 全部射爆，然後打開肩部的機關加農炮，把近身的 MS 直接射爆，最後單槍射擊清除殘餘部隊。看着對方還不死心，不怕死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們。說完，把槍一合，對着殖民地就是一炮，啾的一聲，殖民地瞬間被 BBQ， 然後左右爆炸，化成了宇宙的塵埃。戰役結束，而卡特爾也流下了眼淚，他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麼，可能是眼睛發炎吧。接下來是卡特爾駕駛飛翼04的最後一戰，卡特爾 vs 希羅。由於每次的襲擊，卡特爾都會留下預告，所以希羅和特洛瓦都在追他。而這次飛翼04直接進入了殖民地內部，隨意破壞着這裡的一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敵軍 MS 出現，飛翼04直接隔着摩天輪向對方射擊，敵軍 MS 直接被射爆，然後衝出殖民地。同樣兩手一舉，又開始了快樂轉圈圈，把 MS 部隊全滅。特洛瓦也是驚訝，這真的是那善良的卡特爾嗎？就在特洛瓦過去相認時，卡特爾喊停了他，說道：滾，再過來我就發神經了。說完，他真的就直接開了槍，而這一炮也把特洛瓦的拜耶特打得剩下半邊。特洛瓦掰開鐵板問道：我靠，你什麼鬼情況？神經病啊！卡特爾回答道：不好意思，宇宙錯了，我要毀滅一切。特洛瓦無奈地說：我靠，你這麼邪教的聊天方式，我真的沒法聊啊。卡特爾回答說：那你就告訴大家，別在我面前出現了。就在這時，希羅趕到，直接從上往下衝，然後抽刀，一刀把飛翼04的槍砍掉。卡特爾直接抽刀，然後滋！希羅邊打邊開槍，飛翼04機炮還擊，然後希羅利用電磁發生裝置封鎖飛翼04，最後刀也被打掉了。為了繼續戰鬥，飛翼04抓槍，而希羅利用電磁發生裝置防禦。看來你們都是敵人啊！卡特爾說完，直接一炮把希羅打進殖民地。就在卡特爾準備最後一擊時，特洛瓦衝了過來，直接幫希羅擋了攻擊。而拜耶特也飛到了遠處，發出了爆炸的聲音。這時候的卡特爾也開始醒了，但是希羅直接把他抓進了殖民星，準備藤條燜豬肉，
不過由於機體已經到了極限，希羅也暈倒了，戰役結束。經過了這一次的戰役，卡特爾離開了飛翼04，接下來就是特蘭特駕駛飛翼04的戰役了。在經歷了上一個戰役後，飛翼04被 OZ 回收。茲巴諾夫覺得這台高達太危險了，所以必須毀掉。而這個任務也交給了特蘭特。作為機動戰士技術員的特蘭特，看着這麼一台猛機，能不心動嗎？當然心動，他就開始偷偷研究了起來。經過分析，特蘭特發現這個04系統可以讓人擁有超強的反應速度，但由於自己的駕駛員太普通，沒法發揮真正的實力。為了測出真實實力，特蘭特以威脅的方式把希羅帶了過來。最後不出所望，數據驚人。不過希羅也瞬間被系統綁架，開始了無差別的瘋狂攻擊。不過還好，卡特爾一句"宇宙不需要的是我們"，把希羅喊醒。希羅調出駕駛艙。經過了這一次的測試，特蘭特確定了04系統的威力。接下來，特蘭特開始自己親自駕駛。為了得到真實的數據，他讓機動人偶陶拉斯作為對手。陶拉斯開始全體射擊。飛翼04先用機炮攻擊導彈，然後以超快反應速度避開光束攻擊。接下來兩手一舉，又開始了快樂轉圈圈。就在這時，04系統啟動了。由於特蘭特本身的資質很一般，所以未來的景象他看到的是自己被爆的未來，直接把特蘭特嚇得一身大汗，趕緊喊停。當回到休息室後，他開始了思考，到底那些看到的景象真的是未來嗎？為了搞清楚這個系統，他又用威脅的方式找來了迪奧。在迪奧的測試中，迪奧看到了無數的未來，其中一個就是把殖民地炸毀。這一瞬間把迪奧嚇醒，恢復了理智。特蘭特也是開心，終於明白這一個系統了，這簡直是新 OZ 的未來。而就在此時，茲巴諾夫的部隊來了。原來茲巴諾夫發現了飛翼04沒有被毀滅，讓部隊過來親自逮捕特蘭特。呵呵，我才不怕呢！特蘭特把迪奧丟出駕駛艙，自己跳了進去。飛翼高達隨着眼睛一亮，開始迎擊。只見他舉刀下砍，然後衝向敵軍，開啟了無雙模式。特蘭特也徹底殺紅了眼。迪奧被回收後，也駕駛着地獄死神出擊。在迪奧眼裡，這個系統根本不是人類能用的，必須砍了。而飛翼04清完場後，正準備攻擊殖民地時，死神高達抄着鐮刀就砍了過來。飛翼04快速閃避，一個擋格把死神的鐮刀彈飛，然後一個野蠻衝撞就抓住了地獄死神的頭。這時候04系統開始預測，在未來的景象中看到迪奧直接自爆，嚇得特蘭特直接遠離死神，以遠距離射擊的方式來攻擊死神高達。死神高達也用光束護盾對射。就在兩邊武器對抗時，飛翼04被衝擊波炸飛，而特蘭特也爆了頭盔。就這樣，特蘭特駕駛的飛翼04戰役結束。接下來要換人了，我們看一下下一個駕駛者在古西傑克斯。在上一場戰役裡，特蘭特駕駛的飛翼04被彈飛，而 OZ 部隊也找到了他，然後開始給他安裝炸彈，以2倍的量去炸毀飛翼04。但這個時候，其實傑克斯一直在暗中觀察，他開着托爾吉斯打算過來搶。不過 OZ 也早有預判，所以提前埋伏了很多 MS。就在托爾吉斯快耗盡能源時，傑克斯用機體的自爆系統，讓托爾吉斯衝向敵軍自爆，自己趁亂鑽進了飛翼04的駕駛艙。OZ 的指揮官見狀開心了，正好你就跟飛翼04一起毀滅吧。然後按動了炸彈的控制，在一聲巨大的爆炸中，飛翼04別說傷，連刮痕都沒有一條。就這樣交接成功。飛翼04直接一炮把 OZ 部隊大範圍毀滅，然後快速避開攻擊，這速度爽，然後又雙手舉槍，對，這個是誰駕駛都有這一招轉圈圈，然後全場殲滅，戰役結束。緊接着第二戰，飛翼04 vs 雙龍高達。這時候的張武飛正在對抗 OZ， 而龍族為了不成為張武飛的軟肋，選擇了自爆，這讓張武飛進入了狂暴模式。就在這時，飛翼04趕到。就在傑克斯表明了身份後，雙龍高達直接一掃把就拍了過去。傑克斯也驚訝：“你不會聽人話嗎？”張武飛說道：“你不就是 OZ 嗎？”然後直接再一掃把拍了過去。飛翼04盾牌格擋，然後雙龍高達開始刺擊。
邊吃邊說：“你打贏我，我就信。好，打架是吧？我最喜歡了。”非翼零式直接拔刀，然後兩邊互砍，最後衝刺互砍，啊滋！然後一個龍頭飛射。傑克斯明白，跟這麼個近戰機打，沒槍那可不行，然後趕緊撿槍。這時候零式系統啟動，他看到了用槍的後果，那就是射爆了自己的母艦，嚇得不敢用槍，而不用槍看到的就是雙龍高達一龍頭射爆非翼高達的頭，那看來只能開槍了。但要控制角度，最後射向了機翼的位置，雙龍高達也在此離開了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最後一戰，非翼零式 vs 艾比安。這時候畫面轉向了山谷王國，羅姆菲拉財團正在攻擊山谷王國，所有人都在頑強抵抗，但莉莉娜看到了戰火的殘酷，為了阻止繼續破壞，她選擇了投降。就這樣，莉莉娜被帶走了。而希羅打着打着被艾比安的系統反噬，開始了無差別的攻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知道消息的傑克斯趕了過來。當看到艾比安時，也不知道是敵是友，但艾比安可不管，直接射軍刀，來者不善啊！非翼零式直接應戰，拔刀直接對衝，然後又是熟悉的吱吱聲，原來是你啊，希羅！但希羅才不管你，直接追擊。就這樣，雙方打了幾個回合。就在這時，零式系統啟動。要打就痛快的打，就在兩邊熱血滿滿，準備大幹一場時，由於兩台機都有預測未來，我能預判你，你也能預判我，所以運算量開始無限放大。最後兩機都各自嘆了一口氣，開始宕機。傑克斯駕駛的非翼零式戰役就這樣結束了。好，接下來又換人了，我們來看看希羅駕駛的非翼零式打了什麼樣的戰役。最終話，最後勝利者。經過了上一場的戰役，希羅和傑克斯深入了交談，最後希羅把頭盔丟給了傑克斯，畢竟艾比安本來就是給傑克斯的，而希羅還是覺得非翼零式更適合自己。就這樣，兩人換機，各自負責一半的 OZ 部隊，殺出了重圍。接下來經歷了一大段的故事劇情，又是崛起的革命軍，各種政治博弈，巴拉巴拉，這裡就不說了。總之，傑克斯和希羅的目的是一樣的，都是為了宇宙和地球的和平，但必須打一場，讓所有人都看看，天天嘴巴喊打喊殺，那就宇宙地球打一場，給大家看一看戰爭的殘酷。在三方勢力經歷了大大小小戰役後，非翼零式終於找到了艾比安，直接就一炮轟了過去。艾比安一個回避，反手一刀，非翼零式被彈飛，然後機炮掃射，艾比安一個手邊把槍拔掉，然後衝刺砍擊。就這樣，白刃戰打了數個回合，而所有人都看着這場直播，這場戰爭的實況。就在此時，艾比安一個撞擊把非翼零式撞入天秤座，非翼零式機槍掃射，兩人打着打着又打到了外面，繼續衝刺互砍，然後一邊打一邊嘴炮。大致的內容就是希羅說你就是一個弱者，傑克斯說你媽才是弱者，你全家都是弱者。就這樣，他們一路打一路打，從外面打到了內部。直到最後的一擊，雙擊對衝，非翼零式直接把艾比安的手臂砍斷，勝負已分，戰役結束。好，終於講完這一堆的戰役了，大家給我一個掌聲。錄音錄到現在，聲音都發抖了。接下來通過這些戰役，我們一起回顧一下非翼零式的武裝部分。先是防禦類盾牌，整個盾牌採用的是高達尼姆合金制作，在表面是抗光束的特殊塗層。在盾牌的側面配置了一門火神炮，左右一共2門。這個火神炮一般是在鳥形態時會用，正常 MS 狀態時幾乎不用。在盾牌的前端帶有一個伸縮機構，可以作為打擊武器。按設定是這麼說的，但動畫中感覺比較雞肋。如果按照設定的說法，這個伸縮機構可以瞬間穿透鈦合金裝甲。在 MS 狀態下，盾牌會直接安裝在前腕的部分。內部帶有掛載鎖扣，在防禦能力上，它凌駕於所有高達之上，所有的武器都沒辦法把它砍爆。接下來我們看看近戰類機關加農炮，它位於身軀上方肩部的位置，左右一共2門，屬於是大口徑加農炮，由4門炮管組成，發射時會一邊旋轉一邊射擊，這也決定了它的連射能力可以非常的優越，而它的威力其實一點也不弱。動畫的表現上都可以當主武來使用了，在排除雙管爆裂步槍的情況下，
它完全有能力持續高水平射擊。在正常情況下，它會被外甲包裹，以隱藏武裝的方式存在。當使用時，裝甲會瞬間展開。一般面對多台敵機近身時，只要直接掃射，就可以把多台敵機摧毀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再看另一個近戰類光束軍刀。位於雙肩的裝甲內部，左右一共2把，使用時肩胛向上展開，刀柄會彈出來。由於在肩部，所以從拔刀到戰鬥姿勢可以非常流暢的轉換。跟飛翼高達比起來，它的威力和耐久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面對艾比安的大刀，飛翼04的這把完全可以匹敵。另外，它的小型握把設計可以釋放固定大出力的光束，所以操作上可以算是相當的簡易。面對近距離敵人時，只要輕鬆一砍，直接可以把敵軍的 MS 一刀兩斷。好，最後一個主武雙管爆裂步槍，這是2連裝攜帶式大型光束槍，可以直接分離使用，所以它的靈活性非常的強，而且分離狀態下依然帶有一擊滅 MS 的威力。所以動畫中他只要雙手一舉，輕輕轉一圈，那四周直接就地獄了。這麼恐怖的威力還沒完，他還帶了連射的功能，你就說誰不怕這東西？簡直就是外掛武器。這也是激戰遊戲中它能成為清場的機體。而當雙槍合併時，那威力簡直可以嚇死人，出力直接拉滿，連殖民地都可以直接被 BBQ。另外，它的能量供給是從本機提供的，所以它沒有次數的限制，這麼的誰美。當鳥形態時，它會直接分離，然後掛在機頭的兩側。這時候的飛翼04速度、攻擊、防禦，你喊它一句掛王，它都受得起。好，本期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有2種可能，要麼是飛翼 EW， 要麼是死神，看最後哪個更想做。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CM，我們下期見。